娘怎么会被砍了头？没事吧？海峰，你们几个带老夫人回去休息。哎呀，快，扶好啊！娘，慢点儿。小柔，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下午明明还和你说过话呢，怎么会这样？是你，这一路上只有你一个异姓外人，是你杀了小柔！荒唐！我奉命迎亲，是给宋国公府脸面，我何曾见过新娘？娘子，我们快走吧。先看看，送亲的人是你，你还有脸质问我？好好的心腹死在喜轿里，你是来送亲还是来送命的？我与宋柔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怎么可能会害她？一定是你岳家不满这门亲事，才会杀我妹子泄愤！我有何不满？说我不满，又怎会出城亲自迎亲？行了，白风，命黑甲卫与安阳侯府侍卫即刻守住此处，不许任何人擅动。是。小柔还没有嫁进安阳侯府，身后事理应由我们宋国公府做主。我要带她回京城。来人啊！魏府尉，宋娘子是安阳侯府世子妃，圣上指婚之日便身份已定，安阳侯府自会为她讨回公道。所有宋家之人一并留下，未经查明者，不许任何人擅离安阳侯府。你敢！这世上还没有我焉止不干之事。带走。心腹在宋家途中死亡，宋家之人嫌疑最大。这朔西军少帅果然有些头脑。娘子，快走吧，一会儿被他们发现就麻烦了。这兴许就是我破局的机会。小柔，是我没用，是我保护不了你，连带你回家都不能，早知会遭此横祸，就不该强送你来呀。佳儿，先去看看你祖母，他老人家必定很担心你。父亲，我当真未曾做。我知道你是被冤枉的，在尚未洗脱嫌疑之前，为保我安阳侯府名声，委屈你在家休息几日。我要出门。父亲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客人们想走又不敢走，都在乱打听呢。你们安排车轿，送所有宾客从西门离开。据说今日突发变故，我安阳侯府改日必登门致歉。是。霍知府，心腹乃圣上钦点的世子妃，如此暴亡，着实令人心痛。此事事关两家公侯，劳烦霍知府费心，尽快查出真凶。侯爷放心，下官一定查个水落石出。那个，请魏府尉收敛心绪，稍后还要配合官府调查。知府大人，这是把我当作嫌犯了。没，我奉宋国公之命，
为小柔千里送嫁，她一路平安康健，为何到了荆州地界却丢了性命？分明是那岳家有心加害，知府大人难道不应该给我一个交代吗？魏福为误会了，下官定当秉公办理，查个水落石出。知府大人，速速盘查送嫁之人，一个不能漏掉。是。请魏福为先行回府歇息吧。所有送嫁之人，起来，跟我走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！殿下，霍知府来得正好，喜轿与尸身不宜在此地久留，还请尽快安排勘验。殿下，下官已安排好勘验之事，眼下盘查疑犯是当务之急，劳烦殿下在此看护一二。这知府大人为何不先勘察喜轿和尸身？若是损坏了证据，他也难逃其责呀。真是个蠢人。娘子，这事你真别管了。要是大长公主知道你一个女子还行仵作之事，燕起你怎么办呀？可就没有人替我们撑腰了。不会的，若是我们破了此案，对我和安阳侯府都有好处，你不用担心。主子，大风，令黑甲卫分班巡查，凡在喜轿与围墙周围滞留、打探、偷窥者，一律驱散，但不得伤人。是。把这里给我围起来。是。黑甲卫听令，背对喜轿。是。奇怪，若新娘在轿内被砍头，鲜血飞溅而出，血溅痕迹因喷射达至棚顶，但这些轿顶和四周不围窗棂上的血迹，血滴尾尖，且常似甩痕。嫁衣衣领上的血迹也不对，若被砍杀，为何血量残留如此之少？只晕染领口。是了，喜轿绝非凶杀现场，只怕被人伪造过。你们几个先把尸身送去义庄，然后把轿子抬去府衙。不可！秦九娘子，你怎会在此？几位大哥，眼下这尸身和喜轿都动不得。须得等勘验之后方可挪动。官府办案，你一介女流，休得聒噪，速速离开。若是未经勘验就挪动喜轿和尸身，物证难免遭到损毁。不知几位大哥可愿承担罪责？秦九娘子，你身为闺阁女子，难道就不懂得何为恭敬矜持吗？当众对官差指手画脚，就不怕被人耻笑家教？想不到霍公子竟如此熟知规训，难怪跟着知府大人习学这么久，却仍不懂勘验之重。原来知府大人是因材施教，把公子当闺女养大的。谁在笑？谁在笑？不能笑，我没笑。都闭嘴！秦九，我知道，你至今对我们家退婚之事耿耿于怀，但你越是这般纠缠于我，我就越发不会回头。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
听到霍公子这么说，那我可就放心了。幸亏公子不肯回头，否则我还真无颜面对仙颜呢。走，你，竟然走了。是在他到底发现了什么？愣着干什么呢？啊，牛车呢？赶紧把这些东西给我运走，快点！吴少帅军令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哎，我无妨。霍公子，在下霍宁，拜见殿下。霍公子就是霍大人委派的勘验之人。家言只是命在下把这个轿子和尸身抬回府衙和义庄，另有属官和仵作行勘验之事。你们地方州县勘验一贯如此？在下所见皆是如此。但若是口供与勘验对不上怎么办？哎呀，那当然是以口供为主了。这勘验哪有十足保准的？黑甲卫会护送你们前往府衙和义庄，沿途务必谨慎，不许丢失和遗漏任何物件。结案前，你们都在那里。是。娘子，那个案子你还是别插手了。幸亏今晚那些黑甲卫没发现我们，要是把我们抓住了，发现你真实身份，可怎么办呀？你既然救了大长公主，咱们可以去求她送我们到京城啊。父亲有那样的污名加身，我在京城又举目无亲，连真相都无从得知，又谈何平原昭雪？可你有医术呀，只要咱们到京城再多救几个贵人，那不就可以？哪有那么多贵人恰巧在街头发病？自从得知父亲被污名加身，直到今日，我才明白自己该怎么做。我要让大长公主像信任我的医术般信任我的仵作之能，举荐我以刑名幕僚的身份入京。可您是女子呀，哪有请女子做幕僚的？女子又如何？我就要做这令全天下男子都自愧弗如的第一女仵作。可是，这无头新娘案牵扯的都是公侯人家，我们哪位都得罪不起。万一宋国公或霍知府对你的查验不满意，我不需要所有人都满意，刑狱之事更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。我只需让大长公主信我即可。父亲既教会我勘验之事，我就要凭自己的本事，为父母洗清冤屈，让杀害他们和秦二叔的人认罪伏法。谁能给我这个机会，我就让谁满意。我都听娘子的，你不怕，我就不怕。查得如何？那秦婉真是秦家二房的孤女？确实是。根据线报，二房秦良生平仅得秦婉一女，生下来就体弱多病，6岁丧母过后就被送到药王谷进行医治，去岁兵役才出谷返乡，来历清楚，并无不妥。那药王谷只留平民驻谷研医，禁止泄露病患消息，咱们的钉子都楔不进去，他为何能一住10余年？说是这个秦良一生无心仕途，痴迷医道，而且经常为百姓送药义诊，坊间有如意之称，和药王孙熙又是忘年之交，好友的女儿，自然是可以常住了。想不到野心勃勃的钟永侯，竟然有个视金钱如粪土的弟弟。钟永侯府名义上虽未分家，但秦良与另两房走得并不近，倒是季夫人所生的秦安和钟永侯走动更多一些。那秦良呢？他的船难查得如何？从药王谷到荆州的水路可不只有一条，我们的人手都在调查沈毅的踪迹。若是重新调派人手，属下怕会影响到靖王案的进程。如今只有沈毅能够证明瑾妃并非为晋王兄所杀。我不信他那样的人能够做出畏罪潜逃的蠢事。全力追查沈毅一家下落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至于这个秦婉，我亲自查。这秦九娘子可是大长公主的救命恩人，为什么要突然查她？为了用她。她若清白，定会成为我们追查晋王凶案的一大助力。但你相信，一个久居幽谷的孤女，能辗转千里扶灵归乡，寄人篱下，却又宠辱不惊？她方才着重观察安阳侯府女尸，怕是别有用意。我要用她，就不得不防。
那你到底是要用人家，还是防人家呀？你管这么多干什么？你对他有意啊？哎，别，我对这种挑尸身跟挑肉一样的女人，我可没享受。军报拿上。是。吴姐姐，六姐姐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不知道人家看见你就晦气吗？不知六姐姐说的晦气是何意思？九妹妹，六妹妹虽是庶出，可也是你的姐姐，你怎可这般与长姐说话？我只尊重自重之人，与嫡庶无关。你别装傻，你当真不知道霍夫人本来最相中吴姐姐的，若不是你一回来就惹得她不高兴，那天怎会闹到当众退婚？现如今吴姐姐和霍哥哥的婚事也落了空，咱们秦府女儿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。六姐姐，姐妹议嫁这种话可不能再说了，免得让别人听见了，以为咱们秦家女儿喜欢抢别人未婚夫婿，这么不自重呢。你说谁不自重呢？秦九，你别以为你有个大长公主撑腰就可以无法无天。一个重病缠身的老太太能给你做几天的靠山？待大长公主一命呜呼，我看你！大胆！是谁竟敢在此信口雌黄？是他。张嘴！放眼大周，谁敢对我祖母不敬？你是什么东西？光天化日下，竟敢诅咒他老人家！美女不敢，美女只是一时心急，说错了话。既然不会说话，要舌头有什么用？把他舌头割了！郡主饶命，美女再也不敢了。祖母，你救救我吧！且永宁郡主息怒，都怪老妇管教无方，才教出这等大逆不道之女。求郡主免她年幼无知，饶她这一回，老妇定按家法严加处置，以儆效尤。求郡主开恩。按秦氏家法，该如何处置？忤逆不敬宗祖，杖80，禁足2月。80太多了，会死人的，20吧。啊，谢郡主开恩，拉出去。母亲，母亲，你救救我！吴姐姐，你听我说句话吧！母亲，吴姐姐，母亲。谢郡。祖母还等着你过府诊治呢，这都耽误一会儿了，咱们快走吧。母亲，走。祖母怎么睡得这样沉？不会有什么事吧？施酒后沉睡有助气机恢复，但终究是治标不治本。你不是说祖母只要过了7日之危，病势就没有那么凶险了吗？大长公主风邪入肝，又因昨日命案，惊恐忧思，导致气血扰乱，风邪入身。祖母几乎一夜未睡，一会儿她心疼宋柔死得惨，一会儿又担心宋国公攀咬闹事，害得兄长丢了性命，再牵连上安阳侯府的名声，不到天亮就撑不住了。心为情志之主，若大长公主的心结不除，长此以往，恐药石难医。可是霍知府刚刚才接手命案啊，再快也要月余才知分晓，祖母这身体怎么撑得住啊？
你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！郡主容禀，除了医术，我也精通仵作之术。愿助知府大人看破此案，为大长公主早日解开心结。仵作之术，就是勘验死者尸身，以此确定死因、死亡时间等，以助擒拿真凶。郡主可是怕我行仵作之术沾染了晦气？不是啊，是你太厉害了。若说晦气，我们这些军功出身的人家，哪个当家人脚下不是尸山血海？我只是没想到，你一个柔柔弱弱的小医仙，居然还会这个。在我心里，医术与仵作之术都是治病救人，一个是治肉身之病，一个是治人心之病。人心，我有点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但是我觉得你说的太好了。那郡主可愿为我引荐？别说引荐了，龙潭虎穴我都陪你去。小婉儿，小婉儿，我喜欢。七哥，这么大的人了，还不会好好走路？哪有？民女见过世子殿下。听闻九娘子善勘验之术，不知与九娘子自己的医术相比如何？民女从未和自己比过，不知孰高孰低。你既不知自己本事深浅，我又如何将关联重大的心腹案交托于你？依从医者之心，大长公主病在情志，我也想尽快让她老人家安心。二从我私心，比起小医仙，我更想当仵作。这次是我难得的入行契机。所以比起肉身之病，你更愿医治人心之病？我就是觉得你说的那句话特别厉害，所以才和七哥说了。是，医者只能救肉身，而仵作之术却能除奸惩恶，警窥绝龙。就凭你这句话，我帮你，但需要你亮相之时，别给我丢脸了。哎，我七哥就这样，总不能好好说话。走，我不跟他计较。下官参见殿下，参见永宁郡主。霍知府不必多礼。这位娘子好像昨日见过。这是秦府的九娘子秦婉。民女见过霍大人。原来是秦府的九娘子。九娘子对心腹案颇有心得，希望能助府尊一臂之力。九娘子，既已见到知府大人，不如有话直说。元宁，大人可找到死者的头颅？尚未找到。那可勘察过喜轿？本官派人里里外外搜查了3遍，把喜轿拆成了木条，也没有找到头颅的踪迹。霍大人，可否准许民女看看仵作的验状？验状是官府公文，不是谁想看就能看的。无妨，给他看看。是。这验状上为何没有检验尸身的记录？既未找到头颅，为何就确认死者就是心腹宋柔？啊，心腹不是宋柔还会是谁？也许是宋国公不想嫁女，送来的替嫁女；也许是凶手为了扰人耳目送来的无头女尸。眼下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死者就是宋国公府唯一的嫡女宋柔。
宋家的魏副尉已确认了。那魏副尉又是如何确定？啊，这怎么会有差？在抓到行凶人之前，任何与死者有关的宋家人都有嫌疑，其供述皆不可信。为确认死者身份，请霍大人尽早检验尸身。常人尚不愿伤损尸身，何况死者身份尊贵，岂容仵作那等贱役亵渎？仵作虽属贱役，但勘验却是死生出入之全余，直往屈身之机阔。他人如此草率断案，就不怕狱情有偏，枉生冤案吗？你简直就是信口雌黄！殿下，下官为官多年，可从来没有判过冤案呢。霍知府多虑了，九娘子并非此意。民女确有此意，殿下不必为我遮掩。行狱之时，岂容闺阁女子妄言？九娘子，请自重啊！刑律先贤曾有云：狱情之失，多起于发端之差。沈一大人曾在大理寺校正洗冤录中引用诸多实录，验证了勘验之中。如今尚未确认死者身份，大人就要草草推断吗？沈一，那可是轻犯，早被判定满门抄斩。你把这种不忠不义之人设为典范，未免太过不智了吧？秦婉乃深宅女子，不懂朝廷风云变化，只知大理寺校正洗冤录乃沈一大人的心血之作，也曾作为刑部典籍，推广至各州县主官学以致用。想必大人也曾拜读过吧？那又如何？民女世事不忍，见行凶人欺大人心善，而操弄法度。若大人不怪民女僭越，民女愿助大人查清死者死因，以安民心。你真的能行吗？九娘子有医仙之名，查明死因不是难事。霍知府若别无他法，又何不让他试试？义庄正好有一桩命案，可以让他去试一试。倘若他真的能行，我便让他去查兴复案。徐仵作，林大兴被工头魏武活活打死，为何只检验了死者尸身，并未探明尸身脏腑是否受损？就此推断，死者是死于隐疾。徐和入行资历尚浅，至今未曾剖验过尸首。你不会剖验，怎么做都不做？您不是跟我说，像您一样，不用学吗？那魏武供述的打斗过程与仵作勘验的完全一致，没有致命外伤，就一定有隐疾啊！那没有必要剖验嘛。既然死者死于隐疾，那病灶在何处？我堂堂一个知府，怎么会知道？大人确实不必知道这些。我既提出要复查死因，自然会负责到底。如何复查？我要亲自剖验尸身。什么？弄这些是做什么用啊？服下香丸和苍术水，是为了去除尸臭，防中尸毒。点燃干松是为了避讳。服下一颗。护手不可有不妥。此物不隔水，剖验之时，多半会被湿水伤了手。
剖验之时禁止喧哗，出去。走走。闲杂人等退后。徐和，把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。是。记：死者林大兴，男，身长约5尺6寸，全身肿胀，长满尸斑。头发脱落，双目突出，唇口微张，唇齿间有黑褐色血块。七窍中有蛆虫，因死于暑月，大约5日左右。伤损处血印分明，左侧胸口有圆形青黑色血印，初检时未做记录。记：为何要用水冲那尸首啊？茯苓，茯苓，快来，快！小孩动刀了。华大人，仙九真的把尸首的肚子剖开了，肚子里什么样啊？好了好了，我不问了，你吐吧。西哥是不是成仙的？怎么刚好挡住啊？连徐仵作都吐成这样，小耳到底干什么了？哎，别看了。监子，心脏破裂，找到死因了。徐和，出去吐了。世子殿下在这多久了？一直在。完了，方才他一直在试探我吗？是不是已经怀疑我了？方才怎会随手就帮他擦了汗呢？他不会误会吧？世子殿下，我擅仵作之事，不便被别人知道，还请殿下为我保密。好。九娘子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民女已经查明，死者林大兴就是被圆形钝物击中左侧胸部，心脏破裂而亡。世子殿下不必误会，已将验状写好。霍大人，如果现在派人去搜检魏武家，应可找到与胸口伤痕一致的凶器，只是那凶器因被棉布包裹，所以初检时没有明显的外伤痕迹，尸首败坏后方才显现出来。哦，我这就去找人搜检。且慢。
今日若非九娘子鼎力相助，行凶人早已轻松脱逃。还请诸位莫将今日剖验之事外传，以免九娘子受无知之人毁谤。殿下说的是啊。多谢世子殿下。切莫小事，不必多礼。九娘子这次剖验为荆州除恶扬善，本官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呀。大人若想真心谢我，不如回去抄写10遍大理寺校正学院录，可好？民女只是一时玩笑，大人不必当真，日后引以为戒就好。好一个玩笑，好一个玩笑！本官以后再也不敢轻慢勘验之事了。七哥，小婉儿那么厉害，要不新副案请她来当仵作吧？不知霍府尊意下如何？哎呀，九娘子一无双绝，是下官的荣幸啊！我现在就派人去捉拿魏武，下官先行告退。燕某幸不辱命，今晚定不负厚望。那我呢？我能做点什么？啊？你想想，我能做什么？你想什么呢？娘子，你是不是有点太信任世子殿下了？我不是信任他，是需要他的助力。可是他是当今圣上的亲侄子，万一他要是知道你的身份，那……我在他面前一向谨慎小心，他应看不出破绽。再说了，谁说上仵作的就一定是沈家的女儿了？那这是好事儿。对，以我们现在的处境，助力越多越好，越强大越好。白风，属下在，主子有何吩咐？把沈毅所有的书册都给我找来。找那些书干嘛？我要从他的所著所诉中探探他清明的虚实，知道他为何能让他如此尊之敬之，又对刑狱之事如此心向往之。他，这第4个他是九娘子吧？您是不是对那个九娘子？白风，今晚月色甚好，侯府演武场，他40圈，去吧。不是主子，50圈。是。母亲，母亲，您再用些吧。是啊，祖母，你再用些。宋柔，可有消息？霍知府正在查呢。祖母，小婉儿说您现在最忌操心受累了。可有？母亲，您先安心养病吧。你叫我如何安心养病？事关岳氏的长孙，岳氏的全族，这要是圣上他怪罪下来，试问我们安阳侯府谁能够担当得起？你能吗？你能吗？谁能？啊！母亲，母亲，祖母，祖母，母亲，祖母，你醒醒，母亲。为什么日夜会轮转，却一样有照亮你的光，像火跳动在雪中央，那么亮，那么暖。若已尘埃跌入阴
赐我一生洁白。若一生爱，刻入心怀，痛也会痛快。把心